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不香。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上市，文件交了17500亿美元的估值，最多筹资750亿美元。沙特阿美2019年创下的全球纪录是320亿 ，SpaceX 要把这个数字翻1倍。掌门人马斯克在这家公司一个人持有85.1%的投票权，同时担任掌门人、首席技术官和董事会主席。他个人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万亿富翁。但翻开招股书，过去1年这家公司净亏损49亿美元，今年第一季度单季又亏了42亿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、订阅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SpaceX 近期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了 S1 招股书，代码 SPCX， 准备6月12号在纳斯达克上市。承销商阵容豪华，高盛、摩根士丹利、美国银行、花旗、摩根大通领衔，外加另外18家银行。路演6月4号开始，6月11号定价。这是一份长达数百页的文件，光风险因素就有36页。17500亿的估值是怎么算出来的？我们从招股书里挖一挖。先看核心业务 ，SpaceX 的收入主要来自2块 ：Starlink 卫星互联网和火箭发射。2025年总收入186亿美元，同比增长33%。其中 Starlink 贡献了大约110亿，占收入的近70%。火箭发射业务贡献了大约70亿。Starlink 这个业务在过去几年的增长曲线非常恐怖。2023年订阅用户230万，2024年440万，2025年890万，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突破了1030万，在164个国家有用户。轨道上有9600多颗 Starlink 卫星，是全球最大的卫星运营商。Starlink 的收入从2024年的20亿涨到了2025年的110亿，一年翻了5倍多。这种速度在企业级订阅业务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要理解这个增长有多恐怖，可以做个对比。Netflix 用了26年达到3亿订阅用户。SpaceX 的 Starlink 用了5年达到1000万订阅用户，但 Starlink 的客户单价是 Netflix 的好几倍。从经济价值上算， Starlink 的成长速度可能超过了 Netflix 早期。 Starlink 定价高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全球大约1/3的人口生活在没有可靠互联网的地方，撒哈拉以南非洲、东南亚偏远地区、南美雨林、太平洋岛国，这些地方拉光纤的成本比一颗卫星还贵， Starlink 从天上直接覆盖。第二，军事和政府客户，美国国防部、北约、乌克兰前线、巴西警察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。 Starlink 的低延迟和抗干扰能力让它在军事通信领域几乎没有对手。马斯克的政治姿态让一些国家有顾虑，但需求仍然在猛涨。法国和德国都在讨论用本国的卫星网络替代 Starlink， 中国正在加速建设自己的低轨道卫星互联网，但这些替代方案目前都还不成熟，几年内 Starlink 的垄断地位很难被撼动。火箭发射业务也在创纪录，猎鹰9号火箭一年发射超过140次，占全球总发射次数的80%以上。SpaceX 在火箭发射市场上已经形成了实质性的垄断。猎鹰9号的第1级火箭100%可以回收复用，单次发射成本只有传统一次性火箭的1/几。波音的 Vulcan 火箭、欧洲的 Ariane 6、俄罗斯的 Soyuz 全都被甩在了后面。波音原本跟 SpaceX 一起做载人航天，结果 Starliner 飞船去年因为故障把宇航员留在了空间站9个月， NASA 最后还是派 SpaceX 的龙飞船把人接回来。但真正决定这17500亿估值的，不是已经成功的 Starlink 和猎鹰9号，是 Starship。Starship 是 SpaceX 正在开发的下一代超大型可重复使用火箭，高120米，可以一次性把150吨载荷送上轨道。如果成功，发射成本将比猎鹰9号降低90%。
Starship 的目标是让 SpaceX 真正实现行星际运输，把人类送上月球和火星。马斯克在招股书里被授予的一份极其疯狂的薪酬方案，他个人薪酬的大头不是工资，也不是普通股权，而是跟2个目标挂钩的。第一个目标是在火星上建立永久人类定居点，第2个目标是建造太空数据中心，总算力达到100太瓦，相当于10万座1兆瓦核电站的发电量。这种目标在硅谷的标准里都属于不可能任务。招股书披露，2025年 SpaceX 在 Starship 项目上投入了30亿美元，2026年第1季度又投入了9亿3千万，烧钱速度极快。管理层在文件里承诺， Starship 今年下半年开始把载荷送上轨道，年底前要用 Starship 发射新一代 Starlink 卫星，明年开始发射手机直连卫星。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时间表，一旦 Starship 延期或者出问题，整个估值故事会受到冲击。然后是真正复杂的部分 XAI。 今年2月 SpaceX 跟马斯克的另一家公司 XAI 完成了全股票合并， SpaceX 估值1万亿， XAI 估值2500亿，合并后的实体估值12500亿，3个月后 IPO 估值跳到了17500亿，又涨了 40%。 这个估值跳升来自3个故事： Starship 可能首飞成功的预期， Anthropic 15亿美元年化合同的曝光，以及马斯克万亿富翁叙事的资本市场化。投行们在路演里推销的本质上是马斯克这个人的品牌溢价。合并把 XAI 的财务带进了 SpaceX。XAI 是干什么的？做 Grok 人工智能模型和拥有 X 社交媒体平台，但它的财务非常吓人。2025年 XAI 亏了64亿美元，收入只有32亿。今年第1季度单季亏损24亿，收入只有 8.18亿。亏这么多是因为人工智能太烧钱。XAI 在2025年花了127亿美元的资本开支，2026年第1季度又花了77亿，年化超过300亿。这些钱主要用来建数据中心，它的2个旗舰数据中心叫做 Colossus 和 Colossus 2，合计大约1000兆瓦的算力。这些数据中心从开工到上线只用了122天和91天，建造速度是行业平均水平的几倍，但 XAI 的用户增长跟不上烧钱速度。Grok 目前每月活跃用户大约1亿1700万，但付费订阅只有190万，付费转化率不到 2%， 跟 OpenAI 和 Anthropic 不在一个量级。OpenAI 上个季度收入增长 230%， Anthropic 预计第2季度收入109亿， Grok 的整个2025年收入只有32亿，跟前2家差了1个数量级。这就是马斯克把 XAI 合并进 SpaceX 的原因，2个原因。第一，融资。XAI 单独融资越来越难。2025年 XAI 靠借了160亿美元的债务来扩张，合并之后 SpaceX 用了200亿美元的过桥贷款，把 XAI 的债务全部 refinance 掉了。一家盈利的航天公司给一家亏损的人工智能公司输血。第二，更精彩。合并之后 SpaceX 用 XAI 的 Colossus 数据中心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事，他把数据中心租给了 Anthropic。 招股书披露的细节是这样的：今年5月 SpaceX 跟 Anthropic 签了一份云服务协议， Anthropic 每个月付12亿5千万美元租用 Colossus 和 Colossus 2的算力，合同到2029年5月，年化150亿美元，整个合同期总值最高450亿。这个交易非常戏剧性， Anthropic 是 XAI 的 Grok 最直接的竞争对手，马斯克用自己的算力训练 Grok，同时把同一个数据中心租给 Anthropic 自己的模型来训练，2个互相竞争的人工智能模型跑在同一个机房里。更巧合的是，前 OpenAI 首席科学家 Andrej Karpathy 近期加入了 Anthropic 领导预训练。言下之意， Anthropic 用马斯克的算力训练模型，由前 OpenAI 的人在领导。
3家曾经互相纠缠的公司，现在在同一个机房里用同一批显卡互相竞争。招股书把这个交易说成是把闲置算力变现，但 TechCrunch 的分析很犀利，意思是 xAI 过度建设了数据中心， Grok 的使用量跟不上，所以不得不把多余的算力卖给竞争对手，才能上市前做出像样的收入。那把算力租给竞争对手图什么？因为 Anthropic 开的价实在太高了，1个月12亿5千万美元，这一笔合同就能填补 xAI 业务一大半的亏损。风险方面，招股书列了整整36页，几个最关键的：第一，控制权高度集中，马斯克持有 85.1% 的投票权， SpaceX 选择受控公司豁免，免除了纳斯达克对独立董事会的部分要求。如果你买 SpaceX 的股票，你是1票，马斯克是10票，你对公司的方向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。第二， xAI 的法律风险，Grok 因为非自愿合成图像的问题正在被8个机构调查，这些诉讼可能让 SpaceX 承担5亿3千万美元的法律费用。第三， Starship 必须成功，如果 Starship 今年下半年没能按计划入轨，整个估值故事会崩塌。第四，估值倍数极高，17500亿估值除以186亿收入，市销率大约94倍，英伟达大约20倍。Cerebras 上市后跌到了110倍 ，SpaceX 在科技股估值里属于最贵的一档。第五，跟马斯克其他公司的关联交易 ，X 社交媒体跟 xAI 跟 SpaceX 跟特斯拉之间的资金流向极其复杂，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拖累其他公司。Morningstar 的分析师说，你买 SpaceX 的股票本质上是买一家世界级的卫星互联网公司，以风险投资级别的估值，外加一个对 Starship 太空数据中心和 Grok 人工智能的押注，外加你的每一票只值马斯克的1/10。但即使有这些风险，市场对 SpaceX 的兴趣极其热烈，机构投资者在抢购 Pre-IPO 的额度。彭博估计 SpaceX 上市首日可能涨20%到40%，如果真的涨30%，市值会突破22000亿美元。之前做过一期马斯克诉奥特曼的分析，最后说过2家公司可能在同一个季度同时上市 ，OpenAI 和 SpaceX， 一个1万亿美元，另一个超过1万亿美元。2个曾经是合作伙伴，现在是死对头的人，各自带着自己的亿万亿帝国登陆资本市场。资本市场见过很多奇怪的事情，但这个场景可能是前所未有的。马斯克输了诉奥特曼的案子，几个小时后 SpaceX 就把 S1 表格交了，法庭上输了，资本市场上要赢回来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，你的订阅、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我是韭菜不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